所以你看你 IG 里面已经占了非常多的空间，可是 App 里面没有任何让你清除这些资料的方式。那其实只有一招，然后很多人不知道，就是你桌面上摆了什么，其实也是超级有影响。其实你看这样的摆列就知道有2个东西非常耗资源。那今天介绍总共的10几项，今天做完之后，你的手机的运行速度还有它使用体验一定都会大大的改善。好，朋友们，那最近有很多观众私讯我，可能关于最近的 iOS 更新啊，或是可能大家最近使用手机的情境，我们使用 Apps 的数量增加，贡献也越来越多。很多人就在讲说，为什么他们的 iPhone 用起来越来越慢？那我们今天会介绍10几个不同的方式，可以帮助你改善你 iPhone 运行的速度，那同时也可以清出非常多的资料空间，所以让你不管在使用体验上面，在平常日常的续航力上面都会有所增加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好，那首先一个第一步骤要使用的，我觉得这个在很多 IT 的建议上面都会给出一模一样的建议哦。第一步，先把你当成一个超级初学者啦。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最简单的方式就直接去关机。那这边就让你去重新重置你的手机。那它可能在重置的过程呢，很多在背景运行的 App 啊，可能它表现不正常，或是不应该在背景运行的东西，都会因为这样重置而改善你使用的体验。关机有很多方式，你可以到设定的一般里面，这边下面就有关机的选项。那你点下去之后，你就可以滑动它进行关机。那不然另外一个方式呢，就是你可以直接按音量键的上下，然后再按着这个电源键不放，然后也可以进入关机的画面。那下一点呢，这个也是很多观众更新到 iOS 17之后有一样的抱怨哦，那就是如果你今天开启这个低耗电的模式，那这边有一个 icon 在这边，那或者是你可以到设定的画面里面，然后你往下滑找到电池这个选项，那这边就有低耗电模式可以开启。因为先前很多人 iPhone 使用的方式，让他们长期的手机停止在低耗电的模式，那他们可能觉得这样平常在日常使用的话会比较省电。但是这次更新到 iOS 17之后，很多观众都有一模一样的抱怨，就是长期在低耗电模式下面呢，手机的运行会非常的缓慢。那这个跟先前的低耗电模式比起来说，可能会关闭一些动画这些行为来讲，我觉得使用体验上面也有更明显的差别。那我个人尝试不同的 iPhone 手机，我觉得更尤其在 iPhone 15系列上面，如果你长时间维持低耗电模式，会让你的手机使用上体验非常的不好。那但我们今天要教就是怎么让你 iPhone 不会使用起来更缓慢嘛？那我建议你就先关掉，因为我们后来会有非常多的设定可以帮助你 iPhone 运行的更正常。OK， 那下一个我们要教就是清除你 App Store 或者你平常 App 使用的资料。那我们一样到设定的画面里面，向下滑到 App Store 的选项，点进去。那这边滑到最下面，这边可以看到个人化推荐的地方，点下去。你可以看到它是就直接跳到你的 App Store 里面的设定画面这个地方。那你可以到这边可以看到清除 App 使用的资料状态。大家看说，这个看起来应该只是在 App Store 里面会介绍一些你平常可能比较相关使用的这些 App， 但是你要想的点哦，如果它要记录你平常这些资料，它也必须要了解你平常 App 的使用状况，经由你这些使用习惯去推荐一些你可能更需要的 App 给你。那这些资料累积起来呢，都会占掉不小的容量，那当然也会影响你平常在手机上面使用的体验。那所以你就按一下清除 App 使用状况的资料。好，那下一点呢，就是要关闭你一些没有必要用的 App。那这边我不是开玩笑，我知道可能在近来几年苹果都有建议说，你其实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去关掉一些你没有在用的 App。那如果你一直这样做，或是把 App 全部关掉的话，其实反而会更耗电。那这一点是没有错，但是去年来更新到 iOS 17，我们常常碰到不稳定的状况。那连苹果自己官方也有讲哦，很多这种情况是从第三方的 App 可能资源度啊，或者它相容度等问题所造成。那其实我们在经过 iOS 17那么多次更新之后，我们都还是多多少少会碰到这样的状况。那有 99% 的情况哦，碰到如果耗电或是发热的话，我都会马上注意，我刚刚可能近几十分钟我开了什么 App， 那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现象。那通常只要我关掉那些 App 的话，对它的耗热发电跟它使用的这些顺畅度都会有非常多的改善。那所以你就可以去找啊，说如果你现在手机开始你感觉出来它比较耗电，那会不会是它的 IG 在后面运行什么？那或者是你的 Ready 在后面运行什么？其实你不一定要关掉全部在运行的 App， 可你可以关掉进来在使用的几个，应该都会有很多的改善。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如果你有相机的 App 在后面运行的时候，通常相机造成发热或者耗电的情况会比较明显。那如果它在背后又不自觉的在运行的话，那自然也会造成你整个手机运行状况不顺畅。所以通常我只要把背景的相机 App 关掉，整个手机状况都会好非常多。好，那下一个呢，我们要来设定里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我们桌面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App，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所有都有用到？没有用到的 App 自然会占掉很多不必要的容量。所以我们来到一般这边，到
到下面到这个 iPhone 储存空间，那你这边可以自己去检视一下啦。那我们这边介绍的方式都会有一个顺序性的，就是可能这一步没有做完，到下一步再去做一些整理。这边你看有很多非常非常多的 App， 那我就马上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Meta View， 那这个是我先前在测试 Meta 那个太阳眼镜的时候所下载的 App， 但是最近其实没有什么在用那个太阳眼镜，那里面很多储存的资料其实也都有备份在我的手机里面。你看它占了 13.65GB 的容量，那这边看到你可以看你要卸载 App 的话，其实它资料还是会存在里面，所以如果这个 App 你已经没有在用了，你为什么要让它占掉 13.5GB 的容量，那就可以直接把它删除。那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检视啊，像这些比较占容量的 App 啊，或是你其实有非常多你可能还没有卸载，可是你展开之后你会发现它排在蛮上面的这些 App 的情况，像这个 Double Take， 那这些你都可以慢慢的去把它删除，去整理出你的手机的空间。那做完这些清理之后呢，我才会建议你到下一步，就是回到 App Store 里面，然后可以到搜寻这边去看，然后你这边看有什么 App 是你需要进行更新的。那因为有些 App 也因为相容性的问题，刚刚有提到嘛，可能也会造成你在运行的时候不顺畅，所以到这边可以去更新一些你比较常用的 App， 或者你要进行全部更新都可以。那为什么这一步是在刚刚清除 App 的下一步呢？因为如果有一些 App 你平常没有去用到的话，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占时间跟资源去更新它。所以我建议的步骤是先清除完你不需要的 App， 然后再来做更新。那如果你在处理完之后呢，你移到最下方，你还是会发现这边有一个选项叫做系统资料。那这个我已经在上礼拜有做一些清除。那如果你这个系统资料有占非常大的容量，其实 2.8GB 也不小，那你可以在手机内部里面去做一些清除，可是这些就没有办法在这个 App 设定的地方做解决。那首先呢，我建议你先到你的第一方的软体，就是 Safari， 然后你就把它移到下方，就可以看到清除浏览记录还有网站资料。那我不知道你啦，我的 Safari 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 Tab 同时开启，我常看随便去看都是20几个。那这种时候，不管是你开的 Tab 非常多啊，或者是你有看了非常多网站、非常多网页，那如果这些记录都有记录在里面的话，这个资料也是不小。那所以你可以进来选择说，你可以先关闭掉所有的标签页啊，或者是你可能过去1小时、今天、昨天，或是清除所有浏览的记录，那这样自然就会帮你的 Safari 清除非常多的空间。那可能你习惯使用的浏览器是 Chrome 怎么办呢？那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在使用 Chrome， 可是你看里面都还有225MB 的容量。如果你是一个长时间你第一方使用的 App 都是 Chrome 的话，那这个容量数一定是更高。那你不想要删除 App， 不想要卸载 App， 因为你一直都有在用它，那怎么办？那其实 Chrome 的话，它有另外一个方式，你可以到它的浏览器里面，然后在设定这边，你看有一个3个点，点进去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清除浏览资料的选项。点下去，你一样可以选择看是要1小时啊、10小时，或是所有的资料都清除。我有看过，就是我身边朋友他 Chrome 的资料是好几个 GB， 可能将近10GB。那这个一清出来之后呢，他手机空间自然也腾出很多。不管你平常在运行啊，或者你在上网的速度也会增加不少。那其实有非常多 App 你都可以进到设定里面去做这样的清除，不管是它照片啊、影片的资料。那有些 App 它占的容量很大，你又没有办法这样做清除怎么办？那我们就来举例一个现在大家都很常用的 App， 就是 Instagram、IG， 对不对？你点进去之后，你会发现，连我一个使用性没有到那么高的人，这边都占了 3.69、3.7GB 左右。那一定有更多人更长的使用它，每天都在使用它，这边所占资料量一定更大。但是它 App 里面没有让你一键清除的方式，这种时候其实只有一招，就是你要把 App 整个删除掉。那先记得你的这些登录的资料、登录这些账号，你要确定你有这些之后，那其实这个也对你平常使用不会造成任何影响，因为其实我删过蛮多次，你就直接按删除把它删掉。删掉之后呢，它这个文件与资料的档案才会清空。之后再重新下载回来呢，这些容量都会清空出来，那使用上也没有任何问题。那再还有下一个步骤，不管是对你的平常使用的顺畅度，还有你的续航力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这个是我从很早年的 iOS 版本就一直有在教大家做这个部分的整理。那你就进到一般到背景 App 重新整理的地方。那你看我这边已经关掉非常非常多，因为我平常在下载新 App 的时候，我其实就会一阵子就会进来做个整理啊，所以很多不必要在背景运行的 App 都已经把它全部关掉。最近有一些新的 App 在做一些整理，像是日志 App， 这我从来没有用的，我就把它关掉。可以看到大部分一些不重要的东西我都已经把它关掉了。所以如果你是从来没有跟动过这个设定的话，你就会看到你一进来这一些全部都是绿色的，那这个自然对你平常手机的负载量啊，还有它的续航力都会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记得花点时间进来这边把它整理干净。好，那下一个应该就是很多商务人士会很有感的地方。大家都知道我们有非常多不同的 email 来源，可能是工作，可能是生活。那你工作可能又分
成2个不同层级的。那像我先前每一天进来的工作信件都是超级多。那这种时候，如果你在背景上面又让它去运行进行推播的话，自然会非常耗电，那对你平常在运行的速度也会有影响。那这种时候你就进到账号这个地方，看到我有非常多的 email 账号，对不对？那在推播这个地方，我就按一下。这边呢，我就会针对我不同的账号去改变它的设定。比如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，可能是我小孩学校，我知道他们会有寄一些重要的资讯啊、重要的信件来的话，那这种时候我就会选择推播。那其他的部分呢，我知道就是说，我今天可能会查 email 几次，那这种部分就用截取的方式。推播就是它只要一有新件就会推给你。那截取的方式呢，你就可以自己去调说，它什么时候手动截取啊，还是每个小时截取啊，还是每30分钟截取，这你可以依照你要的方式去调。那你可以到每个 email 账号都去进行设定，看是要直接截取还是手动截取，还是过来这边去调整它时间上面的差距。如果这个方面你把它调整，比如说每小时再做截取，再让它进行联网去下载的话，那其实也会对你平常手机上面的运行省下非常多的资源，那自然使用上体验就会更好。那下一点呢，是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你桌面上摆什么东西对你手机消耗的资源、运行的速度也会有很大的影响。最近几年的新的 iOS 推出这个小工具的功能，那我真的有看过很多人就是桌面上摆满满的一堆有的没的工具，那有一些是不是有用到？你问他们，他们也说没有，可是他们可能因为美观啊、设计上面会摆一些他们喜欢的工具在上面但是我们举例像这个 Reddit， 它可能几分钟就更新一次而且新的文章，那这种一定很耗资源。那如果平常我没有很常再去用它的话，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小工具留在我桌面上耗的资源？那下一页你可以看到，像这种有点 AI 的这种功能，它可能会依照你比较常用的 App 一些资讯可以去做一些整理，那它就会有非常多页在上面。那你当然你可以进来编辑它的堆叠，不一样的 App 在上面，你有什么 App 要上面可以去增加或是关闭。那智慧轮替的话，就自动去猜想你现在可能需要什么。那这种功能自然它那么多页，随时要去更新它的资讯，还有推播正确的资讯给你的时候，自然也会比较耗电。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很必要去用它的话，你就算觉得它是一个很炫的功能，你真的要追求就是你手机最快、最顺畅使用体验，还有最好续航力的话，那其实这一类的小工具就尽量不要去用它。那这是第一方的话，或许还 OK。那很多第三方的这些小工具，我看到它其实有非常多的 bug 在里面。那如果你又堆满这些很多第三方不必要的小工具的话，自然也会非常耗电跟耗资源，那手机运行就会变慢。OK， 那其实我们陆陆续续教非常多这种手机省电的方式啊，前几年也有教很多其他不一样的使用模式啊。那现在这一集呢，是我在 iOS 17这几个月使用下来，感觉起来，不管是观众跟我分享，或自己在更改这些设定之后，感觉比较有感的一些设定更改。那我觉得在你更动这一些使用情境之后呢，其实它使用起来就会更加的顺畅，那续航力会增加，那使用顺畅度也会增加，那它占的资源度也会大大的降低。所以以上这些设定还有这些更改都蛮建议大家可以去使用看看。那我也相信你 iPhone 上面的使用体验呢，也会增加了不少。OK， 那大家有什么想分享或者想建议的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